如何成为一名真正的企业家？在很多人的印象中，职业经理人就是企业家，就是那些衣冠楚楚出入高档写字楼的一些人。显然不能把职业经理人和企业家混为一谈。企业家是天生的吗？企业家可以后天培养吗？为什么我们需要真正的企业家？首先，我们说明为什么中国需要企业家。进入新的世纪，中国已经成为世界的强国，有了世界人的通行证，中国企业也有了成为世界级企业的资格、通路和条件。同时，中国企业和企业家所面临的挑战和竞争将越来越激烈，而且这些挑战和竞争来自于全球的企业巨头和企业领袖。中国需要持续地在世界领先，中国企业要在世界范围内成长，中国企业家要在全球成为行业霸主，就必须出现一批主动参与全球竞争的有实力的真正企业家。人人都想成为企业家，许多人要么挖空心思，不择手段地去掠财，要么是通过一夜暴富后不知道如何销售。中国目前的确有非常多的靠暴富发起来的大款，但缺少的是兢兢业业和高瞻远瞩的真正企业家。那么，究竟什么样的人才可以被称为企业家呢？中文对企业家的概念的解释非常不充分。对企业的解释是从事生产、运输、贸易等经济活动的组织。如果将这些部门的管理者当成企业家，显然是不合适的。我们可以把唱歌的称作歌唱家，把画画的称作画家，写文章的称作是作家，但不能说管理企业的就是企业家。所以，企业家应该是舶来品才对，也应该就是中国人喜欢叫的老板。
法国经济学家萨伊在1800年左右对企业家最先做了定义，把经济资源从生产率较低、产量较小的领域转到生产率较高、产量更大的领域的人，便是企业家。后来，英国的经济学家马歇尔指出，企业家们属于敢于冒险和承担风险的有高度技能的职业阶层。经济学家彭罗斯把企业家的意义进行了提升。企业家的事业心和对风险的态度是一枚硬币的两面，因为企业家的事业心包含着承担风险的意志，探索避免风险的热情，使企业持续发展的动力，以及把利润的追求和帮助团队成长当成自己的伟大使命。民营企业有可能成就一些企业家，因为国营和集体企业的原始资金来自于国家或银行贷款，造成了所有权和经营权的分离，也使这些企业的管理者对风险的态度、创造利润的态度和动力，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了约束。让我们从以下几个方面来详细说明企业家的特点。首先，企业家应该有5商：智商、情商、胆商、德商和灵商。智商指的是智慧和知识的储备，以及如何利用智慧和知识创造财富的勇气和能力。情商指的是处事和沟通的能力，特别是建立关系和整合资源以及联盟网络的能力。胆商指的是有胆识和决策的魄力，能够把握一切机会，以最快的速度应对环境的变化。德商指的是可以利用发展的红利和价值，帮助社会整体发展，并利益众生。灵商指的是身心灵的整体觉醒，明白人生使命不会在物欲的追逐游戏中迷失，所以真正的企业家都会遵守最起码的商业道德，会本着君子爱财，取之有道的游戏规则，实现
利益的增长和企业的壮大。真正意义上的企业家，在发财后都会有取之于社会、用之于社会的雅量、胸襟和社会责任感。企业家应该具备5种基本能力：决策能力、创新能力、应变能力、公关能力和塑造企业文化的能力。决策能力是解决做对的事情 ，do the right thing， 就是企业的战略决策必须是正确的。创新能力是指在环境变化万千的市场中，可以跳出以往的成功和思考模式，可不断地突破自己，建立一个不断创新的平台，保持与时代以及行业发展同步或走在行业发展的前面的能力。应变能力是指可以面对挑战和外界或内部环境的改变，快速调整战略和战术，让整个团队在变化的情况下平稳过渡。公关能力是指企业家可以利用自己独特的沟通能力和公关意识，利用科学的公关手段提升企业形象，塑造企业的无形资产，得到目标受众的支持，并同他们建立密切的关系。塑造企业文化的能力是指企业家坚信企业文化是企业的灵魂，企业不是靠企业家的魅力，而是靠有共识的文化核心理念，包括企业的使命、愿景、企业精神等。因为人们不是跟随命令，而是追求理想和理念。真正的企业家后面一定会有跟随者。真正的企业家不但自己知道如何做正确的事情，还有能力让跟随者也做对的事情。真正的企业家担负更多的是责任，而不是头衔、特权、金钱、地位或呼风唤雨的自豪感。企业家相信人们愿意追随的不是命令，而是思想和理想。所有企业家应该有把自己的理想同跟随者分享，并得到他们认同的沟通能力
和激励的本领。另外，企业家应该有贵族精神，其中贵是物质层面的，族是思想和精神层面的。贵是有形的，是外在的特点的表现，族则是内在的，是气质和修养的体现。一个谚语说得好，国王可以把一个平民变成贵族，但是他不能改变自己的举止和修养，他是永远不会成为一个绅士的。贵族精神有4个特点：一是光明磊落、敢作敢为的品质，遵循公平竞争的原则；二是独立自主的人格和个性，理性地处理任何事情，不会掺杂个人的恩怨；三是强烈的社会责任感，表现在勇往直前的气概和义无反顾的炽热情怀；四是高雅旗帜的体现，对文学、艺术、哲学等内在的素质的追求。我们经常听到这样的沮丧的故事：某大款在纽约的街头吐痰，某暴发户在北京5星级宾馆的非吸烟区旁若无人的吸烟，某亿万富翁在国际会议上毫无忌惮地大声地打手机等。类似的报道在国内外的媒体上随处可以见到。令人感到惋惜，没有内在贵族气质的富豪会永远和企业家失之交臂。我想强调的是，富贵不等于贵族，大款不等于儒商。中国需要真正的富豪贵族，也就是我们说的企业家。企业家需要创新精神，只有不断创新的企业家，才可以使企业永续经营。当然，这种创新应该是有准备和前瞻性的创造，就是要不安于现状，不断地打破常规，就是要挑战自己，特别是自己已经取得的成功。换句话说，企业家就是要不断变革，同时从变革中寻找契机。因为创新会导致变革，而变革的结果是新的创新的开始。
企业家都有不断追求卓越、争取最佳的执着。我们都知道，追求卓越并实现最佳，并非是一种结果而已，它应该是一种精神。正是这种精神成就了企业家和企业的生命和灵魂。它是一个没有终点的旅程，一个没有结束的开始，一个永无休止的学习过程，一个不断提高标准和期望的理想。追求卓越和最佳过程本身就是身心的最大满足，它给真正企业家奋斗的激情，使他们拥有了一种永不满足的追求和出类拔萃的进取精神，也是他们可以把平庸变成力量的源泉。企业家都或多或少的具有冒险精神，不敢冒险的企业家是不会求新求变的，也不可能创新和进取。企业家应该清楚，经营企业没有风险是几乎不可能的，因为风险本身就是市场的特征。竞争环境的变化，客户需求的可变性，产品品质的可替代性的提升，使企业家的经营活动受到挑战，同时充满着风险。风险实际不是最可怕的，因为风险有时也可以成为契机。但如果盲目的冒险，或没有规避风险的策略，也会掉入沉沦的陷阱。企业家必须知道如何把有计算的风险当成动力，并有能力充分地利用风险机制，为企业带来发展的先机。没有冒险精神的企业家不能称为真正的企业家。企业家的另一个共性就是实事求是的务实态度。务实和求证非常的重要，不仅需要心胸和平衡的心态，还需要有道德、知识和思想来支持这种精神。浮躁或华而不实都和真正的企业家背道而驰。真正的企业家能够把企业的目标和自己的事业理想同高效的创新行动以及有力的控制措施
紧密结合起来。所以，真正的企业家都是实干家。能够同时拥有以上特点的企业家，还是凤毛麟角。但我们充满期待，